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央视给肖战的牌面藏着什么？不只是颜值扛打，更是价值契合的范本。2025年湾区声明月晚会的官宣页面一出，网络舆论瞬间被点燃。在那张整齐排布的宣传图里，肖战的名字被稳稳放在压轴位置，画面中他的身影处于最显眼的 C 位。更令人玩味的是，配套的专属话题肖战9月28日澳门现场单独拎出来置顶，而其他艺人则统一被并入合并标签。这种牌面在娱乐行业从来不是简单的形式感，它背后往往藏着一套极其复杂的权力逻辑与价值判断。尤其是当这种待遇出现在央视与广电主办的舞台上，它所传递的信号就不再仅仅是对流量的承认，而是主流平台与正能量艺人的深度绑定。过去几年，观众已经逐渐熟悉了一个规律：凡是央视重点官宣的演员，不仅代表着演艺事业的高点，更代表着价值层面的高度契合。肖战无疑就是这一逻辑的典型样本。1. 牌面，舞台站位背后的权力符号。在娱乐圈，出场顺序、镜头长度、舞台站位从来都不是随机安排，而是对艺人综合价值的一次无声称重。谁压轴，谁 C 位，谁在画面中居中，背后都对应着主办方的立场与态度。在2025年大湾区晚会的宣发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他艺人统一共享晚会阵容官宣合并话题，形成一个群体式的曝光，而肖战却被央视新闻单独拎出来开设专属话题，用一个极具识别度的标签强化其个人符号。这种差异化的操作本质上就是权力偏爱的显性表达，它传递出一个信号：肖战并非仅仅是众多嘉宾中的一员，而是整个舞台叙事的关键人物。这种情况在此前的多个官方活动中已经反复出现。在广电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剧盛典上，肖战是红毯的压轴出场嘉宾，内场座位一排居中。业内人士都知道，这类细节被视为官方态度的晴雨表。在央视6套主办的电影音乐节上，同样的礼遇再次延续，甚至比微博之夜、东方风云榜这类商业盛典更具权威含金量。因此，所谓牌面远远不止于舞台的排布，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赋权。央视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递对艺人的认可与信任，而肖战则凭借这一背书，完成了从流量明星到国民级演员的跃升。2. 以剧带人，央视的长线布局。如果说舞台上的牌面是象征，那么作品的背书就是实打实的资本。肖战与央视的合作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成功作品的基础之上。斗罗大陆，这是央视8套首部选择网台同步播出的男频玄幻剧。以往央视8套主打现实题材或古装正剧，但斗罗大陆的破格排播意味着央视在尝试年轻化内容时，把赌注压在了肖战身上。事实证明，这一步走得非常正确，该剧收视与热度双丰收。梦中的那片海与骄阳伴我，这2部剧分别在央视多轮重播。一般情况下，央视对同一部剧的重播次数有限，但对肖战的作品却展现出长期以剧带人的策略。这不仅是对作品质量的认可，更是对演员价值的持续培育。《沧海传》更是一个里程碑。该剧不仅被央视新闻点名为2025年首部现象级爆剧，还破例登上新闻联播的国际时政报道环节，插播捷报。要知道，在新闻联播的语境下，电视剧几乎很少被报道，这种魄力的背后就是国家级的硬核认证。哪怕外界有人质疑《沧海传》的收视未达预期，但从云和数据显示，其市场占有率高达 38.3%。
即均播放量远超同期作品。换句话说，央视选择为这部剧背书，是基于数据与社会效应的双重考量。3. 舆论低谷中的坚定信任。央视与肖战的关系并不是一路顺风，而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显露出了关键性的支持。2020年的227事件几乎是肖战演艺生涯的至暗时刻。当全网风声鹤唳，各大品牌选择保持距离，许多综艺节目也临时调整名单时，央视却在那一年悄然释放了不同的信号。央视新闻为肖战发布了抗疫主题海报，配文“生命的韧性在绝境中生长”。在重阳晚会上，他受邀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以温暖与希望的形象重返主流舞台。这种逆风而立的支持，既是对艺人价值观的隐性背书，也是对其潜力的战略性压注。也正因为如此，肖战才能从顶流争议逐步走向正能量艺人的新身份。粉丝们常说，那一刻央视是黑暗中的光源，实际上，从行业视角看，这是一次极其精准的舆论转向。它帮助肖战完成了价值重塑，并为之后的作品与商业合作扫清了障碍。4. 镜头背后的1+1大于2效应。2025年6月，央视新闻联合元气森林发起的工厂探访直播，再次证明了央视加肖战的叠加效应。在这场直播中，肖战是唯一参与的品牌代言人，与主持人全程互动。不同于商业活动里的精修滤镜，央视直播镜头向来以苛刻著称，被称作明星的卸妆水。然而，肖战却因无修图状态依旧在线，而被全网热议为颜值扛打。更出乎意料的是，这场直播不仅引发弹幕狂欢，更带来了电商销量的直接激增。许多网友惊叹，谁家的商务能上央视新闻直播？这一瞬间，肖战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的再一次证明，也让整个行业看到了主流平台公信力与艺人市场号召力结合后的巨大化学反应。5. 央视的价值投资，年轻化与国际化。央视为何选择如此偏爱肖战？核心逻辑在于这是一次精准的价值投资。年轻化需求。在 Z 世代逐渐远离电视，更多依赖移动端内容的今天，央视需要一个能跨越代沟的翻译官。肖战恰好具备这种能力。《藏海传》播出期间，央视8套的年轻观众占比提升了27%。湾区晚会的官宣博文24小时互动量突破500万，其中95后用户贡献超过60%。这意味着肖战是少数能带领年轻人主动走进央视频道的艺人。国际化需求。在文化出海的维度上，肖战更像一枚探针。CGTN 多次报道他的海外影响力，《藏海传》在190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被迪士尼认证为现象级爆剧。央视国际频道甚至用权谋美学征服全球来形容其影响力。从《陈情令》在泰国引发追剧狂潮，到《诛仙》打破华语片海外票房纪录，肖战的国际号召力早已经过市场验证。他是少数能让外国观众主动了解中国剧集、接触国风美学的文化符号。6. 双价值护城河，主流认可与市场热度。这场官方认证并没有削弱肖战的市场热度，反而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双价值护城河。主流层面，多次登上央视舞台，作品反复重播，核心座位安排让他的国民度不断加固。他的名字逐渐成为主流认可的代名词。市场层面，央视无修图镜头的背书，让他的商务价值不断攀升。元气森林直播销量暴涨，就是典型案例。这种既受年轻人追捧，又获官方青睐的平衡状态，正是当下娱乐圈许多艺人可望而不可得的稀缺资源。7. 行业启示，从个体案例到生态信号。
当下的中国影视行业正处于去泡沫化与重价值化的双重进程中。央视与肖战的互动模式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性的路径。主流平台不必依赖迎合流量，也能通过价值契合实现影响力放大。流量艺人也无需刻意背离市场，只要与主流价值发生共振，就能获得长久的权威背书。当《藏海传》的权谋美学被海外观众接受，当 Z 世代因为喜欢肖战而打开央视频道，当一次央视直播让商业销量暴涨，这背后折射的是行业生态更健康的可能性。流量不再是虚浮的泡沫，而是能为主流价值注入活力的动力源。主流价值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能与市场形成共赢的稳定锚。回顾这些年的种种细节，那些被外界解读为特殊待遇的场面，说到底不过是价值契合的外在表现。央视需要一个能讲好主流故事的年轻载体，肖战需要一个能实现价值升级的权威平台，观众需要一种能同时满足娱乐喜好与文化认同的媒介。三方的共同需求促成了一场堪称典型的双向奔赴。在流量与价值的天平上，真正的平衡从来不是二选一，而是彼此共振。这或许才是央视给肖战的牌面背后最值得玩味的深层逻辑。